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希望您在这里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今天我们想为您带来以下新闻：迪丽热巴更换经纪人，引爆热议，旧团队失职对比新团队强势护航。谁也未曾预料，一位站在内娱顶流位置的女演员，会在聚光灯最集中的红毯现场，经历那样刺骨而又令人心寒的一幕。2026年的一个寒冷夜晚，迪丽热巴身着精致却单薄的露肩礼服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寒风毫不留情地侵袭着她的身体，脖颈与肩膀因低温而逐渐发紫，细微的鸡皮疙瘩在高清镜头下清晰可见。按理说，这样的场合本应是团队全力保障艺人状态的关键时刻，可令人错愕的是，他身边的旧团队成员却显得异常冷漠，有人低头刷着手机，有人随意交谈，仿佛眼前的一切与自己毫无关联。一条简单的毛毯本可以轻易缓解他的寒冷，却始终没有被递上。这一幕被镜头记录，也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成为舆论情绪的引爆点。公众的震惊并不只是因为寒冷本身，而是因为这种被忽视的状态发生在一个顶级艺人身上，显得格外刺眼。时间回溯到2026年2月，一个更具结构性意义的变化悄然发生，迪丽热巴与合作长达13年的嘉行传媒正式结束合约，双方官宣不再续约。这不仅仅是一次普通的合作终止，更像是一种关系的彻底切割。他将自己的演艺事业完全交由个人100%控股的上海竞燕影视文化工作室运营，这意味着从资源选择到发展路径，他开始真正掌握主动权。与此同时，曾经成功助力张小斐登上更高舞台的金牌经纪人郝阿三正式接管团队，这一人事变动迅速引发行业与粉丝的高度关注。表面上看，这是一次团队更替，但在更深层次，它折射出的是艺人与经纪体系之间权力结构的重新分配。旧团队的问题并非一朝一夕累积，而是在多个事件中逐渐显现。2026年3月初的一次行程安排，更是将这种失序推向了舆论前台。在前往巴黎的途中，迪丽热巴被安排途经迪拜，而这一安排却因客观环境问题，使她在高风险区域滞留长达72小时。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她的部分工作人员却提前飞抵目的地，对她的处境几乎没有提供有效支持。这种在关键节点上的失联式管理，不仅让公众质疑团队的专业能力，更引发了对艺人人身安全保障机制的讨论。对于一个需要高频跨国工作的顶流艺人而言，团队的判断力与执行力本应是最基本的保障，而非隐患来源。类似的失误并非孤立，从红毯保暖缺失到造型翻车，再到宣传缺位，一系列问题不断叠加。春晚期间所谓人鱼姬妆容的争议，让原本可以成为亮点的舞台效果转而成为讨论焦点，剧集《利剑玫瑰》几乎没有得到应有的宣传资源，使作品在传播层面失去先机，甚至连工作室内部被指存在黑粉潜伏的情况，也让外界对团队管理产生严重质疑。这些事件单独看或许尚可解释，但当它们以连续发生的形式出现时，就构成了一种系统性问题。粉丝的情绪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累积，从最初的失望转向强烈不满，超过90%支持者公开表达换团队的诉求。舆论压力最终推动了2026年3月的全面洗牌。在这样的背景下，郝阿三的上任显得尤为关键。他的第一步动作并不是宏大的资源整合，而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细节，在红毯现场为迪丽热巴递上一条保暖毛毯。这个看似简单的举动，却在舆论场中产生了强烈反响，因为它直接回应了此前被忽视的痛点。公众看到的不只是一个经纪人的职责履行，更是一种态度的转变，从冷漠到在意，从疏离到保护。这种改变虽然细微，
却极具说服力。更深层的变化则体现在节奏与策略上。过去处理热搜与舆情往往需要数天时间，而在新团队运作下，响应速度被压缩至极短时间内完成。这种效率提升，使得负面信息难以持续发酵，同时也为正面内容争取了更多传播空间。在资源选择上，好阿三采取了明显收缩综艺曝光、强化影视作品的策略，直接拒绝那些可能消耗艺人热度却难以提升长期价值的项目，转而将重心放在电影与现实主义题材剧集上。其中正在筹备的大制作《萧启清壤》被视为一次明确的转型信号，目标直指摆脱古偶流量花的既定标签。与此同时，商业分成结构的变化也成为讨论焦点。在加航时期，迪丽热巴的分成比例处于15%至30%区间，而在独立运营后，这一比例大幅提升至70%至90%。这一变化不仅意味着收入结构的重塑，更代表着话语权的回归。他不再需要被动接受带新人的捆绑安排，可以根据自身发展节奏进行更自由的选择。这种从被分配资源到主动配置资源的转变，是艺人职业生涯中极为关键的一步。舆论的反馈也迅速跟进，大量网友在评论区表达对旧团队的不满，甚至用吸血来形容其运作模式。与此同时，对好阿三的评价则集中在强势果断、真正为艺人考虑等关键词上。行业内部也开始重新审视传统经济模式的可持续性。随着杨幂、祝绪丹以及迪丽热巴相继离开，嘉行传媒的估值曾出现明显波动，这被视为剧造星加捆绑新人模式逐渐失效的信号。当头部艺人拥有更强议价能力时，传统的集中式经济结构正在面临挑战。新的合作模式也迅速带来了资源层面的变化。据悉，腾讯已为迪丽热巴的新剧《白日提灯》投入 S+ 级制作资源，这不仅意味着制作规格的提升，也代表平台对其市场号召力的认可。从项目级别到团队配置，再到宣传节奏，整体运作开始呈现出更高的专业度与一致性。外界普遍认为，这种高配资源加精准策略的组合，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持续释放影响力。然而，在一切看似顺利推进的同时，新的问题与期待也随之而来。好阿三能否长期维持这种高效与强势的管理风格？迪丽热巴在减少综艺曝光后，如何平衡大众可见度与作品积累之间的关系？所谓实力派转型，究竟会以何种作品形式落地？这些问题并没有及时答案，但也正因为如此，使得后续发展更具观察价值。可以确定的是，旧团队的种种失职与新团队的全力护航之间，已经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不仅体现在具体事件上，更体现在整体逻辑中，前者更多依赖既有模式运转，后者则强调效率、控制与长期规划。当这种差异被公众清晰感知时，舆论自然会向更具说服力的一方倾斜。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一事件的意义早已超越个体层面，它反映的是整个内娱行业在结构调整中的一个缩影。艺人逐渐从被管理对象转变为核心决策者，经纪人角色从资源中介转向策略制定者，而平台与制作方则在新的权力关系中重新寻找平衡点。迪丽热巴的这次转变恰好发生在这一关键节点上，因此被放大、被讨论，也在情理之中。当人们再次回看那条红毯上的毛毯时，它已不再只是御寒之物，而成为一种象征着被忽视的结束，以及被重视的开始。从寒风中的孤立无援，到团队协同下的全面护航，这种变化并不只是外在环境的改善，更是职业路径的一次重启。未来的走向仍需时间验证，但至少在这一刻，所有人都已经清晰地看到，一个新的阶段正在展开。感谢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这条新闻对您有帮助，
请记得点赞、评论并订阅频道。祝您生活充满正能量！再见，我们下个视频见。